各位老师、各位同事，大家好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参加这个研习。那我在这里我要分享的是从故事出发语言、文化跟科技的教学实验哦。那其实做这件事情我做的蛮久了但是不是完全在主语这个部分在很多的方面那我就开始分享一下。我先介绍一下我的背景。那我是英华系那英华系的学生毕业以后会教外国人中文那是我们是一个师培类的东西所以我们有一些教育背景。所以我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大概就是一开始要把它当作是华语教材那华语教材就跟我们一般国教教材一样，就课文、生词、语法典、课文、生词、语法典、造句、练习，大概就是这些东西那这种东西也蛮无聊的。我自己的背景是国民教育所那我是台中师院国教所，然后我出国是读教育科技然后回来之后很自然而然的就在教育跟科技这个部分这个做教学。那我的动机刚才讲到一半，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的课本比较无聊那一课大概我们会蛮久的就是我们像在英华系像我们在华语教学的这个部分，一课大概要进行个两三周然后钻研一课那当然你可以做得很有趣，但是久了当然也是觉得很无聊为什么？因为如果有玩过游戏，特别是在游戏的叙事里面有时候发现我们大概不会看课文从头看到尾我们会从头看到尾的时候大概就是课本发下来第一天以前小时候课本发下来第一天我们从头看到尾，然后之后我们就是老师逼着走我们才会做但是如果你玩游戏的话，有时候会玩的没迷没记的你会一直玩然后学生对于这个游戏它本身也是很有先辈经验所以我就想说用故事叙事的方式把学习内容编到故事里面去所以他在看故事的时候他学到一些东西，他可能没有像一般学的那么快，但是他看到他就重复给他复现重复出现，然后他就学到再来一个小测验，然后他就升级了，升级以后他就会有更好的装备什么之类的这个可以触动主动学习那当然我知道这个不是对每一个同学都有用，有人有一些喜欢，有些不喜欢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就提供一个多元化选择性所以我这个动机就是以游戏为基础，然后在叙事里面把学习内容加进来这是我的动机起初呢我是用 RPG Maker 那这个东西其实在在10几年前事实上是20几年前我头发还是白的时候就已经在玩了。我回中原的时候是2008到2013年的时候我用这个 RPG Maker用这个来做故事还蛮多的。譬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做的，因为我们的是英华系嘛，所以我们的内容就是那种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用文化说故事像我记得蛮清楚的，就是同学们会比如说这个节日是哪个朝代有的，那我们就把那个产生节日的那个故事做成 RPG然后就会在游戏的过程中了解这个文化比如这个节日形成的过程也学到一些东西。这里的问题就是平台账号管理不容易，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这个 RPG Maker 要跟国外买，我们台湾没有代理，那时候没有代理那为什么选 RPG Maker？ 因为它画面比较漂亮，就是官方的素材比较漂亮。同学们是文学的我的学生是文学的，学文学的学语言的他们的美工不是那么好所以如果要求都用做美工的话其实不太容易但这种游戏的这个性质它的素材其实叫做像素的素材，像素化那像素化不管它的背景或是它的角色其实都是像素那像素的话其实技术要求比较高一点那这个也不太容易做，基本上就是用官方素材，所以选来选去就是选这个 RPG Maker， 它的入手容易，然后程式设计简单，它就是那种很容易的方式，不用 hard coding， 这就是它已经把所有的模组都写好所以只要填入一些
填入一些这个参数就可以用。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不容易报销，也不容易上网，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用那个自由软体，不是刚开始的时候用这个shareware，shareware 用久了就觉得很不方便，因为3个月嘛，所以3个月完之后它就不能用，那就很不方便，然后又不容易报账，所以后来就自己买，因为有时候你买多一点比较便宜，那时候我想说自己买，反正我自己也喜欢玩，我就自己买。有自己买之后不容易管理账号，因为你买了以后，你要安装在电脑教室，然后电脑教室又是公家的，然后这个特别麻烦的是每一次账号都要重新登录，因为学生就是因为学校的那个系统有 refresh 嘛，所以也不容易管理，后来就放弃。那 RPG Maker 现在是用 JS， 好，它不是用 Ruby 因为它现在网络资源很强。那时候是想要说，我们做了一个游戏，大概几百 mega， 好，那几百 mega 一般的几百 mega 你要这样传来传去很麻烦，如果能够变成网络游戏就好了。那当时其实也不太容易把它上网所以我后来就用了几年就放弃了。然后后来就用 Ren'Py，Ren'Py 是一种，它是一个自由软体所以它比 RPG Maker 好多比这个好多，这个是自由软体，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形式这个 RPG Maker 它是可以用你的滑鼠或者是用你的这个箭头按键的箭头cursor那个 arrow key 然后让指导这个主角他跑来跑去跟NPC 互动这个过程其实很可以做模拟，什么模拟呢？语言学习模拟跟故事发展语言学习模拟，特别是语言学习模拟也可以去跟这个 NPC 讲话，讲对了才能够过关什么的因为他要钱它是商业的所以后来就换了这个。那这个的话它就是只能前后或者是说点进去按钮然后产生什么视窗，或者跑到其他的画面，它整个呈现是完全不一样它是以这个视觉为主当然你不能说 RPG 没有视觉， RPG 它重点不是在视觉， RPG 的重点是在互动那这边也有互动，可是它最大的重点还是在视觉因为它可以有背景，那背景然后有长出一个人来跟他讲话。我昨天我等一下再修一些东西给大家看那这个呢，背景可以直接用，现在可以用 AI， 那以前的话可以用照片用照片就很好照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它是一个 Python based 那没有平台管理报销的问题，因为它是演自由软体。那同学们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然后到学校去可以到学校的电脑上安装被删掉没关系，就再安装再安装也不用一两分钟所以很好管理根本就没管理就不需要管理 OK。 那所以这个视觉后来我就改用这个，那这个大概用10年了那它的没有什么，它也有一些官方跟社群的素材，它比较少，那也比较不需要那事实上网络上有很多社群素材是 open 的，大家都在用，也就是说有兴趣的人会用那它容易使用照片作为背景剧情叙事所以这个就而且它逐渐可以上网支援，它本来也是几百 mega， 然后呢就是要传达，那后来可以勉强的上网，那现在上网很容易了所以现在做的其实基本上都是网络这个游戏，都是网络游戏直接放上网，然后就在网络上给同学玩。为什么不选 3D？ 那时候其实是想要选 3D 因为 3D 比较好玩可是它入门门槛高，那我们的学生都是文学的就是印华系嘛文组的入门的门槛很高他们以后不可能去做这个东西他们其实比较能够做的是叙事，一些比较 particle 比较高技术性的东西，比较炫的东西他们比较没办法所以我们就做什么，我们就不选 3D， 3D 也会晕眩特别是刚开始在玩这个，在滑鼠在指导这个主角往前走的时候，有时候撞到墙弹不回来，撞到墙就整个往上往下很麻烦
啊，那花的时间也多，那我们实在是没有那个时间，所以我们不选3D。所以我们已经选了这个什么 Ren'Py， 然后我们选了这个 Twine。 好，那这个 Twine 是一个也是肌肉软体，然后后来发现为什么用 Twine 啊？现在我是 Ren'Py 跟 Twine 一起用啊。那 Twine 的话啊，所以我的那个原住民的那个 Rumaf， 好，那个我也是有2个版本啊，一个是这个Ren'Py， 一个是 Twine。那 Twine 呢，它是比较更重视这个，它文字更多，它是一个阅读性的，它一个阅读性的网页式的一个 web based 的这个 test game， 以前叫 test game， 那因为它现在网页式了嘛，网页式它其实蛮资源资源蛮多的，比如说它资源多媒体语音输入什么都可以，好，所以其实这个蛮好用，好，那所以我就用它，那它是用 HTML、JS JavaScript CSS 双资源很强所以这个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可以直接上网直接就直接上网它是以文字阅读多媒体资源，所以那它有很多种很多种模组。等一下我会跟大家一起玩一下那个，比如说这上面这个是师弟朋友那这个是故事下面就是 Rumaf 我们今天的那个就是那个北科大那个主办单会提到的就是下面那个好，那我们等一下会一起看一下这个等一下再看好，我们先回来看那个游戏好了。那我这里有一些昨天晚上找了就是整理了一些同学们的这个以前的游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我们先看 Rumaf 好了。Rumaf 是这个老师是我很尊敬的老师，这个超级英雄。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也是一个牧师那他也是在我们学校工作。那他就是为什么会找他呢？因为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是有申请到一个文化部的补助。那我之前是常常做 USR， 那我们的故事都是像皮糖或者是像我们桃园的这些特色那后来呢，就发现有这个也可以做，所以因为我们自己做语言，所以我们对语言有一定的那个就是熟悉度所以我们后来就找Rumaf，然后才发现说它是一个传奇那我们后来想怎么样去把原住民的语言文化变成一个好玩的故事，而不是就是教科书呢那我们就想到这个，我们就想到以 Rumaf 这个老师他的一生然后把它写成故事，然后小时候呢就在他家，然后就开始介绍母语，然后在故事的过程中，在他长大的过程中插入语言跟文化的教学然后就开始做了那我们先丢一下这个那这个是 Twine 这个是 Twine， 那这个可以把它弄的，对不起，我这里比较不好调整它的大小等一下我把它丢到等一下我会稍微介绍一下，我会把它丢到这个讨论区，然后各位老师可以上来玩一下欢迎到 Rumaf。 这个它的设定是这样就是说一般原住民的朋友的学生，他已经知道一些基本的族语所以这里不是对于零起点的平地的小孩一般的小孩，非原民的小孩，他这个是对于所以他会有点难这里有个规则说明，那故事所以这里的文字会比较给母语看的这里的叙述在一个拼语单词和较少的字或安静的坐落在山脚下，这个就是故事一直往前，我们可以把这个然后在这里他就学到了 Rumaf 的意思。 Rumaf 它是不是像我们现在用的汉语，我们的汉名大概有一些就不是那么直接就说譬如我们每一个人名字都不太容易重复，对不对
而且一个人的名字都不太容易重复，我们可能可以改同样的名字，但都不是一个词汇，都不是一个名词。但容貌名字词汇太说那个容貌，那个那边有一个容貌，对，就是这样子，我们就学到词汇了。然后住在万荣部落，那是一个比较靠山的地方。好，对不起，那我们因为时间不多，所以我们没有去请那个母语者，然后很清楚的发音。好，那我们这里都是直接从原民署他们的教学网站里面拉下来的。对，好，我们需要什么词汇，我们从那边拉下来。那其实他们的录的不是太好，我感觉声音不是太好，像印尼的星星叫冰度，对，好，就是真的是南亚语哈。然后我们再往下，请支持啊，请点选以下资讯进行探索。然后我们就可以慢慢的看一下布农族的传统房屋大概是什么样。然后他就开始讲话，布农族的房屋较少，建筑物较我们看，这个是布农族房子。那当然，你听了一次，你觉得记不起来，但是对我们来，对那个来讲话，它是一个历史。好，然后它都会有个测试啊，那这个测试基本上就是我们就不进去了，因为我们不会。好，那我把这个连接我先给大家啊，然后等一下我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讨论区啊，这样子。那请老师们先看一下这个辱骂一下。那我们就先现在是36分，那我帮大家先玩个5分钟，好，然后我们再回来分享，OK 吗？OK 的话，大家打一个 OK 好了。OK，我看一下有没有 OK 的符号。好好好，好，那就请大家就看一下哈，就可以进去玩一下。好，那我们10分钟之后回来。好，大家大概玩了一下，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种，刚才那种的，呃，因为我有两个，就是目前用的就是 Rock 牌跟人牌，那这个是人牌的，好，那它是一种视觉游戏，所以 Try 呢有很多的文字，那这个就比较少文字，啊，录嘛，好，这里有一个显示，这里会告诉我们这边呢，它就是我们用一些生词库啊，会点一下，第二个帮助，然后这里就是故事的开始，好，现在布农族大概有5万人，好，有5个字体，北边是卡色、着色，中部的蓝色、单色和南部的金色群，它为这个做一共的色分布在这个部分，然后介绍分布在花莲和太平，介绍一下各个部落的云。我们介绍有趣的汤做这个这一点数的10两故事，共这个节选空心处可以翻页，这个空白处是点一下就空白的翻页啊。故事左上角有不能读的词汇啊，这个不会点有然后点击隐藏就会继续故事这样子点击然后再点一下就开始，然后准备开始什么东西啊？这个是主角，输入你的名字的意思那我们就输入你 OK， 好，很高兴认识你然后第一条是日落
好，那现在的话就是故事的来源。那故事的来源，其实我们也经过我们会请同学去看这个鲁曼他的一生。好，不是一生，他其实也蛮年轻，比我还年轻。那他呢，就是他的成长，其实有很多的节目都做过他，所以你只要Google 一下鲁曼，然后看人家的访谈。然后就会知道他的故事，然后我就请同学们去看他的故事，然后把他的故事截录下来，然后把它续写成为游戏的脚本。好，然后这个其实就从那里来的。好，起床，好，4点了，晚上就要迟到，那就是他们的故事。4点就要起床因为要走2个小时去上学。好。然后他们其实被欺负哥哥你的便当地瓜其他的孩子会吃光，然后他们会遇到霸凌因为他会经过其他村子的时候，其他村子的小孩如果看见了然后看他们就孤单的他们会霸凌被那其他孩子吃光那他就会有这个情形。好，然后到村上争取这样学习机会然后用主语交谈让讲他内部的连结。那这个图是因为这是去年的因为我们那个去年就已经开始有 AI 的，所以他们就可以开始做这个。好，那布农族现在很少，几乎看不到这种房子。那这种房子我们就会去当然还是有，但是现在几乎没有看到布农族这种房子。那古时候有照片，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每个群不一样。有些地方布农族是用石板屋，有些地方是这种高脚。好，这样。好，那这里有一些词汇。好，请回答单字，全部答对才能继续。你好，这样子有点是在这个过程我就不弄了哈。您可以上我们可以上架。好，然后明天见的不容易怎么说？明天见是这个 OK。 好，那这个我把它打开，然后如果没有打开我就不会说。好 OK， 大概类似这样。那就在这个麻烦各位老师再去玩一下哈。看一下我现在怎么看不到各位？我出来了吗？还在这里，对不起，我还在。老师还在，老师还在。还能找不到这个页面。好，那这个是人牌版的，请大家玩一下好不好？就进去体验一下3分钟好不好？好，今天48分，那不然等我们53好了，好，5分钟。好，大家看一下，好。老师如果看一看，然后你可能会遇到困难，因为那是原民语那如果你没有学过，当然你就是会觉得很困难。好，那我们的目标不是一般学生来学原民语而是原民语的同学他们在学习自己的文化。好，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应该是说目标应该是一般的学生来了解原住民的原文化。好，可是这个计划的要求是要给他的目标学生是要给原民，不是给一般同学所以我们做的就会比较难一点这样。好，所以各位老师也可能大部分会觉得比较难所以学到一半他考试了我就不会了那但是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做一些符合我们一般母语是台湾的华语的程度一般的平地人能够去了解这个我们的原民文化语言的这种会更简单的那种版本那会更好。那我刚才给大家一起的是一些意味少的一些游戏教材那个的话是给我们的国中小的那国中小的就比较不会 care 那个语言的部分像我们语言我们在做华语教材开发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注意到语言还要符合某一种等级，不能太难，要特别的去在乎说注意哪一些词汇他们学过，哪一些语法点他们学过没有学过的不能出来这样子的话会很麻烦那就好像我们老师们如果你现在在玩这个 Roadmap 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
有时候玩不太下去，因为我们不懂语言啊。那学华语的也是一样，我们要弄给他全部他都懂的，让他能够就是读得比较顺畅，也不会说读2句就不会读了啊。然后下面的 USR 那老师们也一起玩好了，好，我想说就一起玩啊，因为下面的 USR 啊，比如说皮囊事件部、我的师弟朋友啊、小雨建中，这些都是 USR 的目标学生是那个国中小的学生啊，所以就基本上就是我们一般阅读，那各位老师应该也可以看得很顺，好，所以我看那个前面的这个罗马看完之后，是不是请老师们就继续玩一下那个 USR 的部分？那你可能会对整个游戏的平台，或者是它能够提供的这个样式更理解。好，那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时候，可能就更有东西讨论哈。好，那我就开始谈一下教学的部分哈。我们的学生就是印华系嘛，那印华系的学生大部分都是以后要教华语的，所以这门课其实我用2门课来教这2个东西哈。那这些是在学生的3年级就玩的东西啊，2年级他们已经知道教学法。已经知道一些基本的教学设计，所以他们就可以开始来玩这个。然后我们之前也有一个，就是应该是全国的通识课都有，教那什么，就是写程式那个预算思维程式设计，所以学生背景都有这些东西。好，那我这门课都是2门课都是选修，所以他们有那种预算思维程式设计的印华系的学生进来选修。那当然也会有其他的课的其他科系的学生进来选修，那主要还是我们系上的学生。所以第一个他们有一点背景但是呢他们也不是很强所以在这个情形下我进行教学。好，一开始的时候专门都是为了做华语教材，那后来因为有 USR 计划，有文化部的计划，所以就开始有刚才给老师们玩的那些东西这种东西可以做到生活模拟游戏生活模拟游戏这是比较棒的。然后就是说什么叫生活模拟游戏留学生到台湾来，然后可能住在哪里可能住在学校宿舍，然后第一天，然后所以你的游戏地图里面可能就会有宿舍有教室有这个操场，我们有夜市可能会有 7-Eleven 也可能会有大卖场然后他们去那个点上那个课程的那个地点，他们就能够进去，然后在里面呢进行对话。进行对话的过程中，他们会学到一些文字一些词汇跟语法然后对话的过程可以复现比如说他需要找几个人对话才能够找到答案答案有很多的设计那这些设计完了之后可以让他们通关考试比如说他以前不能去哪里比如说他们以前刚刚到学校说哪里都不能去，他得跟同学只能去教室，然后同学聊天聊一聊聊到把那个词汇聊完还得考试你要做关卡，然后聊完可以了，通关了，然后他就可以打开下一个关口打开下一个地图比如说他就可以进到这个夜市也就是说他第一天他刚开始只能在学校跟宿舍走，然后等到他通关了学到一定的这个语言学习内容，他就可以去夜市，然后继续学一学，然后他就可以去哪里可以去大卖场买东西，然后再学一学，他就可以去跟同学出去玩比如说去哪里旅行去小旅旅行我们这边就是比较有趣的小旅然后或者是大溪或者去就是给他们一个景点让他们去旅行这是生活模拟游戏，这是我们一开始就做。生活模拟游戏做起来比较困难那但是比较适合教学语言学习。那后来配搭上那个 USR 的时候，就会我们的目标学生就不一样就是面对国中小。那面对国中小，其实设计故事比较简单，你也不用考虑到语言的程度
好，那我们的同学3年级已经知道这些东西啊，所以当他们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比较容易上手，因为不用再去考虑这个语言程度的问题。好，那佩戴 USR 啊，那我 USR 人家都是去特别的比如说特别的去帮助这个社区再造啊，所以都会派人学生都要过去那边实习啊，比如说打房子啊，做这个装潢啊，或是建公园啊，哇，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做研究啊。那我们都不是，我们就在家里做啊，我们把他们研究的结果写成故事譬如说刚才给老师们的那个游戏里面里面有一些关于这个生态的，比如说我们桃园有很多的池塘、埤塘，这些埤塘有一些生态那蛮有教育意义的这些是一些研究的结果，或者是研究的结果适合当做学习教材、学习内容，那我们就把它变成故事所以那边有USR 有很多这种东西，所以我们系上我在配合 USR 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没有带学生过去顶多就去看了1-2次实地看一下，知道了解情况，拍照，那回来就开始做跟他们那个做 USR 可能一整个学期都要常常跑，那不一样那后来又接文化部，也就这次的文化部。文化部也是一样，我们基本上就是时间太短，因为文化部给我们的时间太短。9月份才知道说有计划有通过。8月份计划有通过，12月份就要交，然后那时候课已经完了，已经结束了，然后就找学生来做。那学生也是拼了命就是在两个月之内就赶快交出来，因为弄出来还要跟那个原住民的老师去比对一下到底这个语言对不对，那个叙事有没有问题，他要不要改然后也要给我看因为我就要看一下他的那些流程什么的学生也不是说学完就完全会那他们也已经在开始上别的课了，不是这门课，所以就比较困难。那在做 在文化部的这个 project 的时候就显得比较辛苦。好，那我的教学模式主要是用 rapid prototyping 比如说你很容易就是很快的做一个小型的游戏比如说介绍对话选项通关结束，很快的像我们可能会通很多关，但是一开始就是一点点，很快的就做了一个 prototype， 然后这个 prototype 做完之后再慢慢的增加。那这个教学模式是以前学的就是说你不可能一下子教他们做太多东西。我回想一下以前我们在学程式或是学一些相关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以前老师教的太系统性，到最后就是你得学2-3个学期才能够有一个 project 出来。类似的专案像我现在学生1个学期就可以做一个作品出来，那以前我们不是，我们以前是学完考试基本上没有作品。然后我觉得以前在学程式的时候蛮辛苦顺便顺带一下，我除了那个我是有一点那个理工背景那虽然我是国教所然后教育科技，但是还是有点理工背景，大学的时候是理工，所以我比较知道程式。那以前的修起来就是蛮辛苦的那为什么？因为没有 project base， 以前都是语法点的 base， 然后那个那个语法这个程式的语法要做成一个 project 太困难通常要很大的要很多的语法，很多的这个程式然后做成一个稍微一点的功能的东西但是那个东西就不适合我们的学生。我们学生需要第一个，他们对语言很有兴趣，所以他们会编故事然后他们处理语言的东西也很简单然后这个程式他们不在行所以我选的又是很简单的然后又 project base， 或者说他们只要愿意努力一下他们马上就有成果所以我大概教学模式就这样就是有 project base
我一开始就会请他们开始设计故事的走向、结局，然后期中要做到哪个程度，期末要做到什么程度。好，所以我不是一起教啊，我是教一点，然后剩下时间呢，学生做就学生做，所以他从一学期的开始就开始朝着他的学期末的目标行进啊，所以还不错啊，还不错。不错的地方显示在于，他们都会发现我们这门课哈，就是你不用太逼他好，那很多学生会花超过其他学科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他的这个 project， 他的这个作品啊。那也有一些学生没办法支持，然后就 drop out 啊 ，drop out 的学生大概像我这门课大概每年都有20几个学生修，今天是30个。然后 drop out 的学生大概都会有5个到10个不到这样，所以大概剩下20个选的时候大概30个，剩下大概20个，基本上是这个样子。那剩下的20个，里面可能有10个或是7、8个，他是非常认真的，他花的时间是让你会觉得说他不是为了分数，他是为了他的 project， 那这是授课成效。那软体管理呢？基本上后来就没有软体管理了后来就是每次来就每次安装那我们当然可以请这个计算机中心帮我们安装但是后来我就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因为他们每次安装的时候，我都不太晓得他哪时候安装完毕然后再去麻烦他们就很麻烦，我就觉得很麻烦，所以后来软体管理呢，我就会请同学们。上课的时候就带自己的笔电有笔电带笔电，没笔电的话就在教室安装那在教室安装的话，坏处就是每次都会 refresh 之后重新开机之后就 refresh 就不见了，那重新安装那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以上是我的一些教学的过程的心得那我的学生能不能适应呢？我觉得是少数不能适应，那少数适应的非常好我有一些学生后来就转系了学了我这门课转系，然后去读那个资讯很特别真的大概都会有反正就是修了我的课，然后就发现他们对这个也其实还好不会觉得太难，然后就转系，然后就去读资工好，那当然有一半是完成了，然后就觉得很累了，就觉得好了。那他们的专长当然还不是在于这个写程式只不过这个程式的这个平台这程式已经越来越简单所以我觉得是值得做那每次做出来大概因为来的老师们大概没有印华系，但是我们印华系会开出这种课程，在整个全国的这个华语教学相关系所运这一个特色其他系所都没有人做但是其他科系应该是有，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很久了但是在印华系也大概是有一些特色好，那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我再把时间交给主持人，我们是不是开始有一些 Q&A？ 是我有哪一些地方讲的不够清楚的地方各位老师可以就也提出来，谢谢。文正老师举起了手，等一下哦。我想请教廖老师一个问题因为过去我也协助中央研究院做过原住民的部落的调查，那我不知道您的游戏里面有没有关于原住民怎么盖他们的建筑，那我在建筑系，所以我对这个议题特别有兴趣谢谢。没有我们完成这个不好意思我们希望能够做更深那我们的资源有限，那第一个我们只有大概3个月的时间从确定要做，然后找人，然后就是我们只有3个月那原本还有安排就是到部落咨询可是我们没有时间做那而且这个本来是配合的课程做的，但是这个课程其实是上个学期，比如说是下学期是春季的时候的课程，春季同学修课完了，然后就到秋季，那秋季的时候才开始做这个，所以我们可以找到那个做的比较好的学生，问他们有没有人有兴趣做。那我们后来找到两位同学，他们有兴趣，然后就带着他们一起做。我们
这个也是第一次尝试，我们会希望我们做得更深一点啊。比如说像老师那个邵老师讲的那个他的这个房屋，那房屋的介绍基本上就是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啊，只是我们没有那个专业，而且时间不够，也没有时间去咨询。我们本来还有编咨询费，可是没有去完成啊，因为我们去也要有人带路，然后那个鲁茂老师又特别忙啊，他干嘛？他在缅北耶，缅北传福音。缅北是哪里？是有战争的地方。然后他常常在就是在信息里面就赖我们说啊，不好意思，这几天战争，我们正在忙着搬家，我们的那个部落被轰炸，所以他们就在玩到别了。所以后来就没有这个机会。那我自己的计划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是希望能够从大众入手，而不是专门帮他们做啊。从大众入手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比较理解啊，也就对我们来讲也比较容易做。那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会原民语，那我们帮他们做，基本上是以他们的学生为基础来做。好，那我相信那个教材，那个什么建筑教材，那个也是一样。好，就我们在介绍文化的时候，可以介绍啊，譬如说，如果老师有认识那种建筑，他们还有的那种耆老啊，我们就可以用他的一生来想，然后就他一面过他的一生，或是一面描述他的生活，一面让他当作角色来描述这个布农族的这个建筑的这个特色，以一般人为对象，那所以我们在教的时候语言就不是那么多啊，那文化就用华语来介绍，然后再带入一些简单的母语。好，因为我们这次的 project 母语是比较难一点，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空白，好，所以对我们来讲会是空白。这个会是比较难，对，所以谢谢老师提的这个东西。那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源做。那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好，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题材，啊，所以而且我们原住民那么多，然后就不只是建筑，啊，其他各方面的文化其实啊，然后各族应该都有一些像鲁马老师那种传奇人物，啊，那以这个角色为背景，然后为主角，然后去带我们进入他们那个部落的语言跟文化，我觉得都很棒。对，谢谢老师提这个，但是我们很惭愧，我们还没有这个机会，但是我们会努力。谢谢廖老师的语言传承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感谢你们做这些事情哈，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那我这边想要请问老师，就是因为我当初就是会邀请来老师，就是来我们这边演讲，主要是就是观察到老师的一篇新闻报道，就是那篇新闻报道就是说老师就是带领学生打造了那个数位教材，那里面就是借有2个嘛，一个是语言互动游戏，就是老师刚刚一直就是介绍也给大家玩的那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 podcast 的部分。那我自己的话就是蛮好奇，就是那个 podcast 的部分是用来导入教学，还是说就是也是一样透过这个计划，然后跟游戏一起，然后把它还是这样把它做出来，变成一系列的 podcast 或是什么的呢？podcast 的部分哈，我比较惭愧哈 ，podcast 的部分是我琢磨最少的。那首先呢，前面那2个，一个是视觉游戏的，一个是这个文字游戏的，这个2个部分哈，我比较有概念哈。但是这个 podcast 的部分，我其实我的概念跟其他老师，特别是跟我们这个计划主持人，其实不是我哈，这计划主持人他是我们院长，那他就很喜欢做这些。然后他就申请了计划，但是申请计划就叫我做，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podcast 要这样做啊，也就是说你 podcast 你的对象应该是，我觉得对象应该是一般人，然后在谈论的时候，再把这个原住民的语言在 podcast 里面进行教学，文化教学跟语言教学。可是第一个时间不够。
然后人也不够，因为我们实在是找不到人来跟我们谈啊，因为你要做这个 podcast， 你一定要是熟悉原住民的语言，然后他能够我们在对谈的时候把这个东西讲出来。好，那你找不到人啊，大家都很忙，对，时间太短也不好安排，所以后来我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做个稿，然后请他们念一下就好了？可是后来我们院长说，可是这个对象是原住民的那个，所以我们只要留记录就好。所以 podcast 基本上也比较类似记录。这个记录就是说，请原住民的老师用他的母语念，讲一段关于他们的一些文化点的历史比如说节庆的历史或者什么的历史，祭典的历史，然后全部都是用原住民语。那听不啊，真的是听不懂啊！它里面没有一句是华语，所以我听不懂，完全是布农语。那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说，我把它那个架起来，然后就是把那个连结交给文化部。好，那原因是因为他们好像就是要求这个是留给原住民的，好像就没有把我们一般人 involve 在里面。所以我的那个故事有没有那个游戏的叙事也是以原住民的学生曾经学过一些布农语的学生为主体，所以他才会有点难。这个 podcast 的话，就是要这样才能够交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那我们就会建议他以后其实不是只有他们，可能我们也为大家嘛，不然我们要去了解原住民的东西，好像有点困难。对，所以 podcast 我觉得是可以做其实我觉得3样东西都可以做得更好，只是时间跟资源的问题。对，那我觉得是我是想要做得更好，但是就是时间到了，我赶快交卷。不好意思。不会，就是听起来有点可惜的感觉。超级可惜，因为那个录出来就是也只能他们自己听，而且他们还不见得听得出来。但是你用中文对谈，用华语对谈，然后里面再把一些这个原住民的文化点，然后单词那个原民常用的单词，说什么，比如说就是我们常常听见的那些一些原民语，把它教出来，那我觉得会更好。好，这边有老师问说，就是刚刚听老师分享，就是有听老师分享在教学模式的部分，就是在期初的时候有先带学生就是锁定好，就是期末要制作游戏的就是内容。那这边想请问老师说，请问老师带学生制作游戏的时候，他们是自己制作呢，还是分组制作？那在带学生们制作的时候，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我的教学方式是原则上就是 rapid prototyping 跟 project base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会教他们开始设计那因为学生有那个可以分组，有些学生是你要他分组他会哭的那种所以我们现在同学大概如果是这样所以我会允许他可以独立，可以分组。可以分组的话，他们就很明显有一个会专门技术性有一个就专门收集素材写内容的那如果是独立人，那他就独立包办。那我会要求他们有他们的体量，一个人的就是一个人的体量，那个成品有一个体量。然后如果是2个人的，那他的成品的 size 至少要是另外一位同学的超过1倍以上，也差不多就是1/2到1倍这样的，超过1/2到1倍。好，那这个是一个原则。好，然后我不会让他们就是马上出来，因为期初嘛，大概1个月甚至到期中1个月到期中左右大概是快要到期中之前，那请他们写出计划大纲，那先提出来，期中就算过了那他需要跟我讨论，就每一个作品要跟我讨论那我们会思考说那个游戏的过程故事，然后经过什么关口，然后想要什么样的效果，然后跟我讨论。
然后我会跟他讲说这个好做或不好做。那如果好做的话，我会跟他们我会跟他们讲说这个大概哪时候学得到啊，剩下这个我可能不会教了啊。我大概那因为我大概在最后1个月就不教了，就是个别指导啊。那我会录影，因为这个课也讲蛮久，所以我都有录影啊。所以我到最后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就是带啊，很多时候都是个别指导啊。那有一些整体教的啊，比如说怎么样开新的专案，然后怎么存档，然后怎么放背景，怎么放影音啊，这个专案资料夹的档案结构啊，然后一些基础的选项啊，怎么样去切换背景啊，怎么样对话啊，像这些都很简单的东西，大概1个月左右能够学好，他们就可以开始去规划管理他们的故事，好，他们的笔记。那然后我会告诉他们说有哪些特别啊，他们会告诉我，好，我这些基本的都有，就可以是故事了，好。那我们最近要把它先讲这个好，就是说他们就大概在1个月左右，就每个人的故事大概都定了，那然后他们会去发展故事的细节，所以他们期中的时候大概就会有一个企划的大纲跟一些必要的细节就会出来，那个就是他们的期中报告。他们想要我会告诉他们因为都是个别的指导，所以每一组我都会告诉他们说你要做这个部分的时候技术太高，我会跟他讲说你放弃啊。但是现在有 AI 就不见得啊，我会跟他讲说可以怎么样取代啊，比如说拼图好了，拼图你在 Ren'Py 上面做拼图是不容易的，那我拼图啊，Jigsaw，就是拼图，就是一块一块拼起来的那个。对，很难啊，那个很难，那个我教过，但是很难处理啊。后来我在 Ren'Py 我就不做拼图啊，但是排序好，但是在Twine 就很容易做排序啊，我就在看做排序啊，然后甚至可以去引用外面的啊，老师们如果有玩到后面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引用那个 Word 就是已经做好的游戏直接内嵌到这个软体里面来，游戏里面来，所以那个是都比较容易。所以我会跟他们分析说你这个东西好不好做，好做的话大概或者是说他们比较保守或是比较先进的一些想法，我会给他们一些指导。好，那大概有一些我会请他说，如果你要学的话，我这里可能比较难，我不会整体教你们先去看录影，那看完录影你们再决定要不要用。好，那我大概在最后因为我的学生基本上都很文书嘛，所以都会在 debug 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问题嘛。那后来是有 AI 之后 debug 比较简单，但是之前的话就是我会花1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就没有进度，就帮他们 debug。对，那当然我会用小老师 debug， 就是我教他了，然后我就请他去教别人这样。那这个是遇到的困难，对。然后我的安排，我的教学的安排是这样，对。所以我的课其实很不紧凑，都是个别小组的，然后小蜜蜂这样在这里飞到那。整体上课大概第1个月还可以看得到啊，第2个月基本上就很难得一次啊。第1个月的话，可能有1个多小时是整体上课。那第2个月的话，大概只有前面半小时是整体上课，其他就飞来飞去。那第3个月基本上就只有在补充的时候会整体讲一下。啊，所以看起来如果要看教室的话，不晓得老师哪时候开始上课，其实是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对。然后我就随时 on call， 这样有需求我再过去。那老师，这个就是大家做好的游戏，他们到了期末会有一个最终就是像就是整班都到的这样的发表的一个场合。对，像那个比较有趣都会有一个这个场合。那这个场合我是最因为你平常看他们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成就，他们也没有成就感，但是最后真的是蛮高兴的啊。最后的话就是每个同学每一组的作品都有特色，然后都很棒哈。
然后大家就会我啦，好，大家我不晓得，好，他们可能有竞争，但是我的话，我就觉得蛮厉害，我就很欣赏他们的成就，好，那我会配搭计划，那配搭计划里面有一些是可以用一些名目让他们有补助，好，比如说像 USA 的话，我会帮他们申请编辑费啊，因为 USA 要一些成果嘛。那些成果就从学生的作品里面就选出好的，好，那比如说我们在期末选出，比如说在这个6月期末了，那我们就报告，然后我们就互评啊，基本上我这都是互评，然后加上我一些主观的那个，不过同学们的互评跟我的主观也差不多啊。那互评之后真的是这样啊，那互评之后我会把他们的就是选出好的，请他们暑假再精进，暑假再修改，对，有一些地方就是你不可能第一个学期学了马上就可以很棒，好，就是看起来很棒，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缺点。好像我给老师们看的解释看起来很棒，但是其实也是有很多缺点。好，请他们在暑假的时候修改，修改完之后就10月份的时候，大概约少大概10月份，就要把那个结案交出去。报告要会诊，那时候会诊的时候，就因为这个不能当奖金嘛，可以用那个可以用编辑费，那我们就用编辑费去请他们暑假的时候修改，暑假之前呢是他们的作业，他们本来应该做的，好，那暑假的时候的修改就变成是我们给他编辑费，请他修改，那这样子的话，他们也知道，所以他们有企图心强一点的话，他们会做得很认真啊，然后希望能够被收入到这个结案报告里面去。这样。那老师刚刚有提到说，就是那个期末成果的时候，你发现你看大家的作品跟大家同学自己互相互评的结果都差不多。那通常就是老师会我不太确定是就是因为有一组的嘛，也有个人的，那他们之间的互评是会被考量进可能比如说成绩结算或者是什么方面吗？当然会，当然会。像这种一学期开始就是为了期末的专案对，那当然是专案占很重，对。那当然我们就是其实我是传统教育出身的嘛，那我们教室里面没有人或者什么的，我们会觉得很怪嘛。我自己这样子像小蜜蜂飞来飞去，没有整班教学，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晓得，被其他老师看到会觉得说你这在干嘛？我大概有2个东西很着重哈。那我会给他们 rubric 就是给他们一些标准比如说但是标准不能太复杂，譬如说给他们美编，好，就是说他们的美编，然后是 SS 那个界面容易啊，然后美观界面容易，然后学习内容有可以完整的签进去，那每次大概就是3个啊，然后他们就自评互评这样子，然后互评的计算其实用 Excel 就是做一些公式，其实可以很弄的啊，都可以并报，然后所以就有一组上来，好，有一个作品上来，然后他们就开始做互评。那一个作品一个成绩，那如果是2个人的话，那就是他们除非里面内部不合，可以私下告诉我，不然的话就评分这样子。大部分都是没有什么疑问，好，就是没有什么争论哈，就是内部不合的。一定会有人是后来就不想做，那他低，那也大家都也没有什么话讲，然后内部很合，从头到尾协力到底的，其实一样的分数，他们也很高兴，对，那很高，好，所以专案的成绩很高，然后这个以作品为单位打成绩，然后作品如果是2个人以上去成就的，除非他们有问题，私下告诉我，不然的话就同分。然后再来的话是参与，因为我虽然比较自由排一点，但是我也不会很容许说同学们不来上课，所以我会点名。
对，所以点名也算成绩啊，所以点名跟这个，然后会有一个那个加分小老师，我刚刚提到说，因为我很难一个一个讲啊，特别上电脑课最困难的地方是你整体教完，同学们开始做，遇到问题的时候，同样的问题你可能好几组要讲好几遍，对，所以然后我再重新讲的时候，有些同学他太专注于他的专案了，他也不听你讲，所以就讲好几遍，所以到最后我就发展出一个小老师的一个方式，因为我教过这个同学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以后这种同学这种问题就问你，然后你帮助一个同学，你就去那个我们的 iLearning 啊，我们的这个 LLM 上，我们的那个 LM 上面去登记啊，你这里帮了谁，然后就留下言，那我到最后再加分，不会无缘无故去留言，他们都可以信任他们，可以信任他们。大家就其实也真的都很认真，认真的都会来，不认真的就对，这总是会有差不多不到10个，不到10个左右，5到10个以下的左右的人，到最后就是撑不下去，因为这个东西对于文组的同学来讲，的确是不太合，不是他们能够想象的。除非他以前有接触过，然后他的1年级的呢，运算思维城市设计，有去听过的，